乌克兰这两天是又惊又喜，坚守了大半年的巴赫穆特被俄罗斯20日单方面宣布占领，而且还是泽连斯基参加 G7 会议期丢的。尽管乌克兰方面21日否认了俄方战报，但巴赫穆特大部分区域被入侵占领已成为事实。而为了安慰泽连斯基不要太伤心，5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 G7 峰会期间宣布对乌提供3.75亿美元军事援助，并且同意欧洲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可以想象，接下来俄乌双方空中必将进入战机对拼阶段 ，F-16对苏35。若是 F-16真的批量进入乌克兰空军后，那对俄空天军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威胁。虽然在规模上会不如俄空天军，但 F-16能装备的 AIM-9X 近距格斗弹、AIM-120 远程空导弹、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以及其他大量配套弹药，在多种弹药的配合下 ，F-16便可执行多用途作战任务。更何况，乌军还有着北约情报体系在背后支持，即便不能完全取得全面战场的制空权，但绝对能在局部战斗中占尽先机。问题来了，美国态度怎么突然转变了呢？要知道，早在1年前，乌克兰就和英国一起游说美国提供 F-16，但美国一直以避免战事升级为由拒绝提供。甚至是5月18日时，美国还称不允许乌克兰飞行员在欧洲接受 F-16培训，理由很简单 ，F-16太昂贵，会占用援助的战争资金。但21日态度却来个大反转，放弃之前温水煮青蛙的对敌策略。难道是美方已经认定援助 F-16不会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应了吗？火力军觉得可能是乌军的战力出乎了美国的预料。早期的时候，由于战局不明，美国不敢轻易下注。但是随着乌军的表现越来越出色，美国的援助从最初的单兵防空导弹、防御类武器，逐步过渡到了海马斯、M270、M1 主战坦克等进攻性武器，加上北约其他国家的援助，也从轻武器过渡到了重型防空导弹、火箭炮、豹2乃至暴风影巡航导弹。他们的这种温水煮青蛙战略都极大提高了俄军的容忍度。尤其是经济受到西方集体制裁，以及国内军工企业物资供应并不给力背景下，俄罗斯即使再不满，也只能炸掉几个乌军武器库来宣泄一下情绪。美国可能是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请求，并科学制定了训练标准。差不多4个月就可以培训出一批 F-16乌克兰飞行员，而且 F-16还是西方多国的主力机型，想来给乌克兰凑出来几十架应该不是问题。天上有了好兆头，那陆地上呢？乌军的反攻会从哪里开始？时至今日，火力军仍不敢相信巴赫穆特究竟有多大的战略价值，以至于俄军不惜巨大代价，从去年7月开始日复一日地冲击这座人口仅7万人的小镇。哪怕这月20日宣布已经完全拿下了乌克兰东部城镇巴赫穆特，但21日就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否认。双方惨烈的战斗依旧在进行着。就地理位置而言，巴赫穆特处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主干道的交汇处，连接着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谢维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格洛夫卡和卢甘斯克等地。俄军当初在闪击基辅失败后，就开始调整部署，重点攻击顿巴斯等地，巴赫穆特就此卷入战火。其实去年夏天的时候，当俄禁卫军20集团军还控制着伊久姆时，俄军攻打巴赫穆特，火力军还是能理解的，因为当时的俄军南下兵团和西进兵团可以从两侧前击斯拉维扬斯克，从而合围乌军塞夫斯克集群。然而，随着哈尔科夫大反攻，乌军在闪击掉库皮扬斯克，直插斯瓦托沃后，俄军的右包围圈就被生生逼回卢甘斯克境内。此时，塞夫斯克的乌军集群已经可以集中精力南下回防，所以攻打巴赫穆特和索莱达尔的俄军早已失去了战役意义。那为什么当战役目标失去其意义时，俄军仍然将大量的弹药和人力投入巴赫穆特呢？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绞肉机计划是去年10月他与时任总指挥谢尔盖·苏罗维金共同制定。
旨在对巴赫穆特发起大举进攻，从而将乌军拖入一场血腥但在战略上毫无意义的战事中，粉碎乌军在其他方向投入生力军的企图。但火力军觉得，这分明就是俄军高层被利益冲昏的头脑，把自己野望放到了高处。在这种心态下，哈尔科夫的失利让俄军这些眼高于顶的高层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相反，恼怒之下的报复倾向让其选择更加偏激的作战方式。于是，从去年10月开始，俄军在巴赫穆特放弃了以装甲为核心的 BTG 机动作战，转而依赖大量的徒步步兵突击组进行攻坚。第一波攻势，俄军利用素质较差的瓦格纳囚犯兵或动员兵发起的集团冲锋，用以吸引乌军的火力，承担一定伤亡，并暴露乌克兰人的防御位置。同时，俄军的精锐单位会伏避于2线，引导炮火轰炸乌军火力点，用电子战系统干扰乌军的无人机，然后趁乌军被压制的窗口迅速穿插渗透，配合第一轮攻势中残存的动员兵和零星的装甲支援，瓦解乌军防线。凭借这种残忍且实用的蚕食战术，俄军不仅拿下了索莱达尔，还攻克了巴赫穆特至少1半以上的城区，从3面压迫乌军并威胁其补给线。今年1月，俄军宣布摧毁了乌克兰第53机械化步兵旅1半以上的力量。今年3月，巴赫穆特通向后方的补给线逐步被切断，乌军形势日益吃紧。到了今年5月初，俄军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约95%的面积。只不过期间，瓦格纳与俄正规军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普里戈金通过视频点名批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等俄军高层不作为，抱怨俄国防部为瓦格纳提供的弹药不足，导致严重依靠炮火支援的瓦格纳人员伤亡惨重。最终5月20日，普里戈金宣布巴赫穆特全部占领。但俄军这种蚕食战术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那就是那些担当肉针任务的动员兵，由于缺乏训练，战斗经验极为匮乏，在冲击乌军防御地带时，基本不会协同掩护跃进，因而遭受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承受的伤亡。更糟糕的是，乌军在后撤前，常在防守的房屋里埋设炸药或者标记位置。等到俄军进入房屋，要么引爆炸药，要么引导炮兵进行精确打击，将俄国突击队缚于瓦砾之下，相当于是拿普通士兵的性命来达成俄军高层的野望。而且我们须知，战役的胜负从来都不是以土地的归属为标准。巴赫穆特战役不仅严重消耗了俄军的动员兵力，还为乌克兰赢得了反攻的时间。相信接下来的巴赫穆特巷战、游击战会成为主旋律。乌军依旧会牵制住至少1到2万人的俄军，他们依旧具有战争潜力。那巴赫穆特战役之后，乌军反攻的可能性有多大？其实对于乌克兰而言，最后的胜利早已不是悬念，现在的问题在于军援的提供速度和接下来的反攻方向的选择。乌军反攻最大的障碍，弹药短缺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在给乌克兰军援的总清单中，西方各国援助最多的就是火炮弹药，而随着后续一系列弹药供应方案的落地，下半年乌军的火力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再加上北约帮忙训练的新军，以及即将到来的 F-16战机、自杀式无人机等力量，绝对可以帮助乌军在至少一个方向上发起一次强力的突击。那乌军反攻的地点会是哪里呢？火力军有3个猜测，其中虽然卢甘斯克可能性最大，但是第3个可能性最解气。因为在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方向，俄军已经建立了严密的纵深防御，乌军很可能不会把装甲预备队投入到这个南线，也不大可能在第聂伯河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所以更合理的打击方向应该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方向，而且这2个方向一直都是俄军在占领基辅失败后最关注的地区。乌军理想的路径是通过投入预备队迅速击溃该地俄军，争取夺回马里乌波尔和别尔江斯克，这样就可以掐断南线俄军的大动脉。一旦掐断，在巴赫穆特一线的乌军预备队便可以对陷入城市泥沼的瓦格纳和 VDV 实行前行包围，从而大量歼灭俄军的有生力量，并同时对斯瓦托维、克里米纳防线发起决定性攻坚。一旦实现突破，乌军便可夺回卢甘斯克。
而且卢甘斯克是下一阶段爆发点，早已有了预兆。前段时间，卢甘斯克遭遇袭击，在现场发现了美制 ADM-160M 空射诱饵弹残骸，不就已经说明北约与乌军的重点正在偏移吗？想知道详细的，本期视频结束后，在火力军频道搜索卢甘斯克遇袭，就能找到具体的分析。其次的地点很可能是敖德萨，因为俄军最近在敖德萨方向有了新动作。5月21日，俄太平洋舰队高调宣传，突击检查成果不凡。太平洋舰队未来几年将增加新的护卫舰、小型护卫舰和核潜艇。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对现有的舰船进行升级改造。我们知道，自俄乌开战以来，俄海军方面的表现一直差强人意。期间经历了失火、沉船等事件后，名声一落千丈。今年4月14日，普京忍无可忍，下令对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突击检查，于是就有了5月21日，俄太平洋舰队高调宣传突击检查成果不凡的事件。毫无疑问，这突如其来的宣传就是想向外界说明：一、俄军的财力没有任何问题；二、俄军应该是找到了过去失误的原因。但要是真按照俄军宣传的那样，未来仅1年，俄军要投入太平洋舰队的军费就能达到过去3年的总和，这是火力军最不相信的地方。但是，美国五角大楼前高级顾问格拉斯·麦格雷戈却表示，哈尔科夫和敖德萨很快将被俄罗斯控制，这是火力军不理解的。格拉斯指出，目前俄军已经在这2个方向采取了行动。在他看来，俄军此次非常小心谨慎，而且已经用上了高精度远程导弹，也将空中优势发挥了出来。据他分析，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丢失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格拉斯的这一说法得到了部分军事专家的认同，所以火力军把敖德萨放在了第2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最解气的俄本土。5月22日，有一支神秘部队突然攻入临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并占领了至少4个定居点，一直到俄罗斯从后方调队的部队赶到，神秘部队才从容撤退。随后，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称，俄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和边防局已向总统普京通报了相关情况，但乌方多位官员回应称，乌克兰与相关行动无关。而据西方媒体报道，此次行动是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组织俄罗斯志愿军所为，他们称其成员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进行了作战行动。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叫俄罗斯自由军团的组织也在电报频道上称，他们也正在返回俄罗斯，并督促俄罗斯公民不要进行抵抗。后来，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自由军团的一支分遣队由2辆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和其他9辆装甲车组成，越过俄乌边界，占领了距边境仅有600米的科金卡，随后又占领了格洛托沃和格拉波多尔的定居点，分别距离边境3公里和5公里。具体的详情和后续，火力军会单开一章详细叙述，好让大家解解气。但由此我们也能发现，进行俄本土作战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大规模打不了，小规模局部作战还是能做到的。之前莫斯科不就遭遇了多次空中打击，最猛的一次还把克宫给炸了。若是今后配合上 F-16，乌军对俄本土作战只会更加得心应手。2023年3月28日，美空军在建立无人机僚机网络方面，就决定组建一支由 AI 控制 F-16的小型机队，并提出2014年启动一个名为“毒液”项目，以帮助实验和改进装载在6架 F-16战斗机上的自主软件。而在2月份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就曾宣布，其研制的人工智能去年12月成功控制一架改装的 F-16战斗机，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17小时的起飞、降落和战斗演习，标志着人工智能首次被用于战术飞机。这一成功使得 DARPA 的空战进化计划提速了1年。该计划试图证明战斗机自主作战的有效性，因此火力军觉得无人机 AI 自主模式协同作战或将是未来局部战争冲突的主旋律。之前的有人驾驶战机与无人机混合编队协同作战，是把以往由地面控制改为空中控制无人机，由飞行员直接指挥无人机作战行动。在此协同作战中，都是无人机当先锋，深入敌方战场进行空中侦察，再配合有人战机迅速掌握战场态势。
如美国2015年便提出相关概念。2019年，美国空军实验室和克拉托斯防务公司联合研发的 XQ-58A 女武神无人机，该机是一种隐身远程高亚声速无人僚机的原型机，也被称为一种中程僚机，可辅助 F-35等隐身战斗机作战。之后，2002年，美国空军开始研制新型布洛克50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帮助飞行员转型操作更大型的死神无人机，让捕食者无人机退役。同时，英国、法国、俄罗斯、土耳其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已实现一架有人战机能够同时指挥5架无人机，法国计划实现阵风战机与神经元无人机混合编队的作战目的。俄罗斯注重战斗机器人的协同配合，土耳其则是红苹果与 F-16协同的。但是现在，各国已朝着无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模式迈进。无人机具备自主能力后，凭借其卓越的计算能力，可以更准确、比人类更快速地判断敌我双方的飞行路线，并预测战斗的发展，从而在对抗中获得主动权。如此，自主控制的无人机之间也可以实现协同作战，甚至于超过同数量架次有人驾驶飞机作战能力。而且在今年4月6日，美军成功测试了 AI 飞行员与人类操作员在超视距任务中的协同功能，这也是无人机史上首次近地轨道卫星通信。所以今后若是 AI 技术成熟，乌军在得到 AI 版 F-16后，便能配合自身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实施强力的打击。好了，关于下一阶段俄乌战场的爆发地点，大家觉得会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